独家秘制酱牛肉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在超市里发现了这个在日本是很少见的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牛筋，他们日本人做咖喱用的，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更多的做法。不过我觉得还是结合做咖喱的做法，做一个酱牛肉。那么开始啦。第一步非常简单，用水泡2个小时。呀，这里边还带2块牛油，这是牛油放里边可能更好吃，但是咱们不用，我不喜欢吃油的，留着炒菜用吧。说拿酱油还有豆腐乳泡出来的味道更好，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味道太重了，就是用清水泡一泡就可以，用凉水把这个血水给它泡出来，这样的话肉腥味就少。好，就在这放着好了。还泡了2个小时，把这个水给控出去。这个血水，你看这个肉已经变成发白的颜色了，血已经泡起来很多了。给它放到冷水下锅，一定要冷水下锅。如果是热水的话，它一下子变热，里边还是生的，外边已经硬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肉特别难嚼，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，跟这个水给它温水煮青蛙嘛，那个才嫩，就是一定不要马上非常热的状态把肉扔进去，而是要冷水下锅，让水温跟肉一起慢慢的水温上来，肉才嫩，从里到外的热。再放一片香叶，香叶是买肉时候里边带的。像我们中国人做菜的时候，还有印度人也是，都放很多香料。我觉得做饭的时候这个香料放多了吧，把那个肉的味道都给盖下去了。我分析就是以前吃肉很不方便，吃肉很难，就是难得吃上一顿肉，所以那个肉可能是放很长时间了，所以需要放很多香料把那个肉味给盖下去。现在我们有新鲜的肉了，不需要，我觉得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就是香料。据说炒果说必须得放，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须的，如果有就放，没有的话可以省略。原味其实也挺好，最新鲜的食材只吃原味是最好的。冷水下锅煮肉的原因是把这个肉的还是把这个血水给煮出来，你再煮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锅上全是沫子。就在煮肉这个期间，我们就再切点葱姜蒜，洋葱有就放，没有可以省略，大葱不要省略，葱姜蒜的话，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可以再加点蒜，没有可以省略，没有什么是必须或者是不必须的，有什么就放什么。葱姜蒜现在切的这个是一会儿我们做底料的时候用的，
做饭的程序很重要，先是泡，再煮。泡和煮都是为了把血水逼出来，这样的话没有那个生肉味儿。现在我们开始在煮肉的同时做底料，把锅烧干之后倒油。如果不烧干倒油的话，就会崩，就会噼里啪啦的崩。锅干了之后倒油不会崩。现在把这个刚才切的这些葱姜蒜倒在锅里，炸葱姜油，让它有点焦焦糊糊的感觉，就是正好的时候。然后再放点冰糖，如果喜欢甜口就多放一些，如果不喜欢甜口就少放一些，但是尽量不要省略，因为糖是提鲜的。如果没有可以不放。所以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，我是一点一滴都是按照那个菜谱来的，但是时间长了我会发现没有什么是必须的，只要做出来味道差不多就可以。你看，把糖化干净，放一些黑胡椒，我放的都是最基本常用的，虽然是有什么放什么，但是常备的还是要有的，像黑胡椒啊、花椒粉、花椒粒啊，或者是八角、花椒，这都是经常用的，家里要经常备着。用完了就去买一些，像香叶呀、桂皮呀这些不常用的可以不用买。你看这个是日式的，这100年用一次，这个就是桂皮粉，相当于桂皮了。这个是咖喱粉，在日本卖调料的那个摊位里区域里就有专门卖这种各种各样香料的，也不贵，买一小瓶放家里，还倒点料酒去腥。倒料酒的时候可以拿锅盖挡着点儿，因为崩，那个酒精挥发的瞬间油星就会崩起来，如果火大的话就容易冒火，所以说倒酒啊倒酱油的时候就把火稍微小一点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火苗变大，火苗太大的时候就危险嘛。好，现在这是我们家剩的大酱，大酱也是有就放，可以没有可以不放，但是你们家有什么酱就可以放什么酱，如果吃辣的话就放辣酱。当然有那个朝天椒，喜欢吃辣的话就可以放点朝天椒。这个酱不要怕咸，我这剩的这些我都给它放进去了，因为一会儿还要添水，所以说多放一点没有问题，让这个变得浓郁甜咸口。好，现在这个肉已经煮的差不多了，血沫子都出来了。这也不要煮的时间太长，主要是为了把血沫煮出来。不要把开水一下子倒进下水道，用凉水先接点凉水，让它水温降一降，再倒进下水道。要不然的话，那个下水道的胶皮管、铁管就容易老化，热胀冷缩太厉害，伤害大。还是温水，就跟我们不要喝太烫的水一样，保护好管道。现在把这个肉洗一洗，洗干净，把这个血水都逼出去，洗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煮了。这个肉的状态才是要变成料理入味的状态。泡肉煮肉不要省略，因为你直接下锅的话就肉特别腥，口感也不好。好，现在把肉都摆进去，把肉都摆进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添水。
把那个水没过肉就可以。如果你喜欢喝汤的话，就多添点水，中间不要再添水，要让它从开始煮到最后结束，不要再另外添水了，因为另外添水的话，汤就会稀，味道就会淡，没有原来那么浓郁了。让它没过肉就可以，如果你肉多的话，就多添点水。肉少就少，刚刚没过肉就可以了。如果有那种酱牛肉的颜色，一定要用老抽。如果没有老抽的话，那个颜色不会是那种酱香的颜色。虽然放了很多大酱，但是这个颜色上色的话，一定要有老抽。老抽主要是为了上色，所以不用放太多，稍微放一点就行。这样煮2个小时，用这个大勺呢，煮2个小时，我觉得有点太费火了，我就换一个无水锅。无水锅的话，大概能节省1个小时。为什么不用高压锅呢？因为高压锅的话，这个肉太软烂，酱牛肉的那个牛筋如果软烂的话，那个筋头巴脑的那个口感就没有了，没有那个 Q 弹的感觉了。所以一定要用锅煮，不要用高压锅。如果你要是要那种特别软烂的牛肉的话，可以用高压锅，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口感。我喜欢那种筋头巴脑的那种 Q 弹的，像就是扑灵扑灵的那种感觉。放到这个无水锅里煮，我煮了1个小时，用筷子扎一下，可以扎透就可以。看，好诱人呐！多余的汤也不要扔，可以下面条，可以腌菜，也可以炖别的什么萝卜什么的。好了，太诱人了，我已经等不到明天早上我就要吃了。你看，扎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完美。如果着急的话，可以马上吃，不过最好的是放凉了，第二天早上过4到6个小时再吃。早上好，看一看我们做的酱牛肉泡了1宿成什么样子。迫不及待，看一看，噔噔噔噔，来个特写，成功。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小腿肉，知道不？就是不是那么大块的，本身块都不大，所以就不用切了，直接这么咬就挺过瘾。要不然像我们国内那么一大块小腿肉的话，就给它用保鲜膜包起来再泡1宿，然后第二天切片蘸蒜酱，绝了。这个不用蘸蒜酱了，就直接这么吃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汤泡大米饭，泡萝卜，一会儿那个萝卜切一点，给它泡这汤里边，在晚上再吃啊。大米饭就干锅了的，全没干光。